每当我们仰望星空，总觉得那些光点是永恒的，繁星闪烁，月亮高悬，太阳每天升起，一切都那么规律，那么安详。但这只是人类短暂生命中的错觉，在宇宙的尺度上，毁灭才是真正的主题。哪怕是那些闪耀了数十亿年的恒星，哪怕是我们脚下这颗生机勃勃的地球，都只是宇宙长河中短暂的一瞬，没有什么是真正永恒的。接下来的半个小时，我会带着你去探索5种截然不同的星球终结方式，它们每一个都展示了大自然最壮观也最无情的法则。你可以点赞收藏，后台播放，换个舒服的姿势睡觉了。在我们深入了解那些具体的故事之前，让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理解，为什么毁灭在宇宙中如此普遍。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但回答它需要我们回顾宇宙从诞生到现在的整个历程。138亿年前，宇宙从一个被称为大爆炸的事件中诞生。在那一瞬间，时空、物质、能量全部从虚无中涌现。在最初的时刻，宇宙的温度高到不可思议，密度大到无法想象。但正是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中，宇宙开始了自己的演化历程。你可能会认为，毁灭是从那一刻起就埋下的种子，但实际上恰恰相反。大爆炸之后的宇宙是一片创造的乐土，氢气和氦气在引力的作用下开始聚集，形成了最早的恒星和星系。这些第一代恒星燃烧得极其猛烈，它们的寿命很短，但它们通过核聚变创造了更重的元素，包括碳、氧、铁等。正是这些恒星在死亡时，通过超新星爆发，将这些新创造的元素抛洒到宇宙空间，为后来行星和生命的形成提供了原材料。所以，如果你仔细思考，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：我们的太阳系，我们的身体，甚至我们呼吸的每一个氧原子，都来自于数十亿年前恒星的死亡。毁灭和创造从来就不是对立的，而是紧密相连的。每一颗恒星的死亡都是下一颗恒星诞生的序曲。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就是宇宙的基本节奏。引力把物质聚集在一起，创造出新的恒星和行星。而当这些天体走到生命的尽头，它们又会以各种壮烈的方式终结，将物质归还给宇宙，等待下一次聚集和创造。这就是宇宙的毁灭美学，不是终结，而是转化的开始。了解了这一点之后，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主要部分。我会为你介绍5种不同星球的终结方式，每一种都展现了宇宙毁灭力量的不同面向。它们分别是：地球被太阳撕裂，火星在死寂中沉沦，气态巨行星被母恒星吞噬，宜居带行星遭遇恒星膨胀的毁灭，以及星系中心超大质量黑洞对一切的无情吞噬。第一种终结，地球被撕裂的末日。让我们从我们最熟悉的世界开始。你脚下的这片土地，我们称之为家的星球，地球。在我们的想象中，地球的终结似乎是一件遥远到可以忽略的事情。毕竟，这颗星球已经存在了45亿年，经历了无数次生命大灭绝，依然生机勃勃。但今天，
我要告诉你的是，地球确实会有终结的一天，而且那个终结的方式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加戏剧性。大约50亿年后，太阳会进入它生命的末期。当核心的氢燃料耗尽，太阳会发生显著的变化，它会开始膨胀，外层物质会向外扩散，体积会变得越来越大，表面温度会下降，颜色会从现在的黄白色变成深红色。这就是红巨星阶段。一颗普通的恒星在这个阶段，体积可以膨胀到原来的数百倍，甚至数千倍。而我们的太阳在变成红巨星之后，其半径会膨胀到现在的100倍以上。这意味着它的表面会向外延伸到今天地球轨道的位置。不仅仅是延伸到那个位置，而是会把地球轨道本身都吞没。想象一下这个画面，一颗直径达到1亿4000万公里的红色巨星吞噬了水星，吞噬了金星，然后慢慢地将地球也卷入它的外层大气之中。这就是我们星球在50亿年后将要面对的命运。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撕裂这个词所描述的过程。当地球进入太阳的引力场，它会受到一种被称为潮汐力的可怕力量。你可能已经感受过地球上的潮汐力，月亮对地球海洋的拉扯造成了潮涨潮落，但那种力量和太阳对地球的拉扯比起来，简直就是微风对飓风。潮汐力会像一个无形的巨人一样，从2个方向同时拉扯地球。它会把地球拉长、拉扁，让它的形状发生剧烈的扭曲。这种拉扯不是一次性的，而是持续的、不断增强的。随着地球越来越深入太阳的外层大气，这种撕扯会变得越来越剧烈。最终，在某个时刻，地球将无法承受这种力量，它的地壳会断裂，地幔会涌出，整个星球会在引力的作用下土崩瓦解。这一刻的地球不再是一颗行星，而是一团炽热的物质碎片，在太阳的外层大气中旋转蒸发，最终与其他物质混合在一起。这就是地球的终结，不是砰的一声爆炸，而是一场缓慢的、壮观的撕裂。整个过程可能会持续数万年，甚至更长时间。但对于宇宙来说，这不过是一瞬间。你可能会问，到时候的人类会怎样？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。但一个有趣的可能性是，我们或许能够在灾难来临之前就已经离开了地球。50亿年的时间对于科技发展来说几乎是无限的。也许到那时，人类已经成为了能够在星际间旅行的物种，早已找到了新的家园，甚至已经在宇宙中开枝散叶，成为无数星系中的文明。但无论人类去向何方，地球的终结都是确定的，这是物理学告诉我们的事实，无法逃避，也无法改变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当你想到地球会以如此壮丽的方式结束它的旅程，在红巨星的怀抱中化作星辰，也许你会觉得这并不是一个悲伤的结局。我们的星球在燃尽它所有的能量之后，最终会与创造它的恒星合为一体。这或许正是宇宙物质循环的一部分。第二种终结，火星，死寂星球的无声消亡。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火星，那个悬挂在夜空中红色光芒的星球。
火星在我们太阳系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，它曾经可能拥有液态水、稠密的大气层，甚至可能有过生命，但那是数十亿年前的事了。如今的火星是一个寒冷、干燥、死寂的世界，表面被红色的尘土覆盖，大气稀薄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科学家们认为，火星在几十亿年前就已经失去了它的大部分大气和水，这个过程是缓慢但不可逆转的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的，不是火星正在经历的变化，而是它将要面对的终极命运。如果你仔细观察太阳系中那些类地行星的命运，你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模式。这些岩石星球似乎都注定要走向死亡，只是方式各有不同。火星的终结将与地球的终结有着本质的不同，它不会经历被太阳撕裂的剧烈过程，因为到那时，太阳的膨胀程度可能还没有直接触及火星的轨道，但火星会以一种更加安静的方式消亡，失去它最后的生命力，变成一颗真正的死星。想象一下数十亿年后的火星，今天的火星已经够荒凉了吧？但那时的火星会比现在更加死寂，它的内核会逐渐冷却，地磁场会继续衰减，最终完全消失。没有了磁场的保护，太阳风会无情地剥离火星残余的大气层，把最后一点点气体都吹散到太空中。海洋早已消失，水分子被分解成氢和氧，氢气飘散到宇宙中，氧气与其他物质结合，留下的是一片极度干燥、几乎没有空气的荒漠。但这只是开始。火星的质量比地球小得多，这意味着它的引力也更弱。在太阳辐射的持续轰击下，火星表面最后的挥发性物质会慢慢逃离。没有了大气层的保温作用，火星表面的温度会骤降到-100多度，甚至更低。整个星球会变成一个极端寒冷的灰色世界，表面上覆盖着一层细密的尘埃，在永恒的黑暗中静静地漂浮。最令人感到悲伤的，或许是火星终结的方式缺乏任何戏剧性。地球的终结是一场宇宙级的灾难，壮烈而壮观，但火星的消亡是渐进的、安静的，像是一盏油灯慢慢燃尽。最后一点灯油，它不会爆发，不会尖叫，只是在宇宙的角落里静静地等待着最终的命运。这种沉默的消亡，或许比壮烈的毁灭更加令人感到不安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这也许正是宇宙中大多数天体的真实命运。不是每一颗行星都能拥有戏剧性的结局，大多数只是静静地走向沉寂，成为宇宙中不再发光、不再变化的冰冷岩石。当你仰望火星，看到那颗暗红色的光点时，或许可以试着想象它漫长的、安静的死亡过程。这种想象可能会让你感到一丝寒意，但同时也许会让你更加珍惜我们脚下这颗充满活力的星球。地球的生机勃勃不是理所当然的，而是宇宙中难得的奇迹。第三种终结，气态巨行星的吞噬之舞。离开岩石世界，让我们去认识一类完全不同的行星——气态巨行星。它们是太阳系中的巨无霸，比如木星、土星、天王星和海王星。这些由气体和液体构成的巨大世界，
有着完全不同于类地行星的命运。气态巨行星的终结方式，可能是所有行星终结中最优雅的一种。如果你能用优雅来形容被吞噬的话，当一颗恒星进入红巨星阶段，它膨胀的不仅是体积，还有亮度。太阳在成为红巨星时，其亮度会比现在高出数千倍。这种剧增的辐射能量会向外传播，触及它路径上的一切。对于那些位于恒星系统内层的行星来说，它们将面临毁灭性的考验。但对于气态巨行星来说，情况可能更加复杂。木星和土星这样的巨大行星，它们有着强大的引力场，能够抵抗一定程度的辐射。但当恒星的膨胀达到极限，当红巨星的外层几乎触及行星轨道时，戏剧性的一幕就会发生。气态巨行星的核心是岩石和冰组成的密室核，但外层是厚达数万公里的气体。当这样一颗行星靠近一颗膨胀的恒星时，恒星强大的引力会开始剥离行星的外层大气。这种剥离不是一瞬间发生的，而是缓慢的、持续的过程。行星的气体外层会被一点一点地拉走，化作长长的气流，向恒星的方向流去。想象一下这个画面：一颗蓝色的巨大行星悬浮在红巨星的光芒中，它的外层大气正在被拉成一道道细长的丝带，像是长发在风中飘扬。这些气体最终会汇入恒星的外层，成为恒星的一部分。行星的核心可能会存活更长时间，但也最终会被恒星完全吞噬。土星的结局可能尤其令人感慨。想象一下，这颗以美丽光环著称的行星，在恒星膨胀的烈焰中失去它标志性的光环。光环中的冰粒子会首先蒸发，然后是行星外层的气体，最后只剩下一个压缩了的岩石内核，在红巨星的高温中逐渐融化。这种终结方式对于气态巨行星来说似乎是必然的。它们太大了，无法像地球那样被潮汐力撕裂，但它们又太靠近恒星了，无法逃脱被吞噬的命运。在宇宙的时间尺度上，它们更像是恒星的一顿迟来的晚餐。虽然这顿晚餐的准备已经跨越了数十亿年，有趣的是，这种吞噬过程可能会在宇宙中创造一些独特的天体。当一颗气态巨行星被它的母恒星吞噬时，行星与恒星之间的物质交换可能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。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一些异常的天体，它们的化学成分与普通恒星不同，可能就是这种行星吞噬事件的遗迹。当你看到木星在夜空中闪烁的光芒时，试着想象它数十亿年后的命运。那颗我们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，最终也会成为太阳的一部分，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。这种循环或许正是宇宙物质转换的最佳例证。第四种终结，宜居带行星的烈焰焚身。让我们继续探索更复杂的终结方式。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那些曾经拥有生命潜力的星球，位于宜居带中的行星。宜居带是一个天文学概念，指的是恒星周围一个温度适中的区域。在这个区域内，行星表面可能存在液态水。对于地球上的生命来说，液态水是至关重要的。所以，寻找宜居带中的行星，
一直是天文学家的首要目标。著名的开普勒望远镜已经发现了数千颗潜在的宜居行星，它们围绕各自的恒星旋转，在黑暗中闪烁着生命的光芒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，这些星球的命运可能比火星更加悲惨。因为当它们的母恒星进入生命末期时，宜居带本身会移动，而那些曾经充满生机的世界将会被高温彻底摧毁。太阳系的宜居带一直在变化，数十亿年前，月球可能还在火星轨道之外，地球可能处于宜居带的边缘。但随着太阳温度的升高，宜居带会向外移动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内侧的行星会逐渐变得太热，而外侧的行星可能会开始变得适宜居住。对于那些围绕红矮星运行的行星来说，这个过程更加剧烈。红矮星是宇宙中最常见的恒星类型，它们的寿命非常长，可以燃烧数千亿年。但当它们进入生命的晚期，它们的亮度会增加，但温度会下降。在整个过程中，宜居带的位置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。想象一颗位于宜居带中的类地行星，它可能曾经有海洋、有森林、有生命，但当它的母恒星开始膨胀，宜居带会向外移动。这颗行星会逐渐暴露在越来越强的辐射之下，它的海洋会沸腾，蒸发成云，然后被太阳风剥离到太空中。它的地表温度会飙升到400-500度，足以融化铅。所有的生命都会在瞬间消亡，所有的有机分子都会在高温中分解。这不是一个温和的过程，而是一场彻底的焚毁。当海洋消失，当大气被剥离，当岩石开始融化，这颗曾经充满希望的星球会变成一个炼狱般的世界。它的表面会被熔岩覆盖，高耸的山峰会变成蒸汽，整个行星会在数百度的温度中发出暗红色的光芒。更加令人不安的是，这种焚毁可能发生在数十亿年后，而在那之前，这些星球上可能已经进化出了生命。那些生命数十亿年来一直在他们的世界里繁衍生息，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文明、科技、艺术、梦想，然后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突如其来的高温毁灭。他们的整个历史在宇宙的时间里只是一瞬间。这种思考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深深的谦卑。地球在宇宙中并不特殊，我们的存在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。那些遥远星系中的生命也有着他们自己的故事，只是这些故事可能有朝一日会以同样的方式终结。但请不要让这种思考带来绝望。数十亿年的时间对于任何文明来说都是永恒的。如果一个文明能够在数十亿年里持续发展，他们很可能早已掌握了星际旅行的技术，能够在灾难来临之前离开自己的母星。所以，也许这些文明的结局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悲惨，至少他们曾经存在过，曾经在宇宙的某个角落创造了生命的奇迹。现在，让我们来到今天旅程中最黑暗、最令人敬畏的终点——黑洞。黑洞是宇宙中最神秘、最极端的天体。当一颗大质量恒星死亡时，它的核心可能会坍缩成一个密度无限大、体积无限小的点——奇点。围绕着这个奇点的
是一个被称为事件世界的边界，任何进入这个边界的物质，包括光，都无法逃脱。这就是黑洞。在我们的银河系中心，存在着一个超大质量黑洞，它的质量相当于400万个太阳。这样的黑洞，在大多数星系中心都可以找到。它们是宇宙中真正的毁灭者，是时间和空间的终点。当一颗恒星或者行星靠近黑洞时，会发生什么？科学家们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个过程：意大利面化。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好笑，但它描述的是一种极其恐怖的现象。当物质接近黑洞时，黑洞强大的引力场会产生极端的潮汐力，这种力量比撕裂地球的太阳潮汐力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。它会把物质拉成长长的细条，就像意大利面条一样。想象一下，一颗行星在它的轨道上漂流，恰好经过一个超大质量黑洞的引力范围。在它意识到危险之前，黑洞的引力已经开始拉扯它的两端。这颗行星会被拉长，越来越长，直到它断裂成无数碎片。这些碎片会继续向黑洞坠落，形成一个旋转的圆盘——吸积盘。物质在吸积盘中以接近光速的速度旋转，摩擦产生数千度的热量，发出耀眼的光芒。这就是黑洞吞噬星球的画面。整个过程可能只需要几个小时，星球的所有物质就会被压缩到黑洞的起点之中。这不是一场爆炸，而是一次彻底的消失。任何曾经在那颗星球上存在过的东西，它的历史、它的生命、它的故事，都会在那一瞬间永远消失在这片宇宙的黑暗中。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。对于那些靠近黑洞的观测者来说，时间本身会变得诡异。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引力会影响时间的流速。在黑洞附近，时间会变得极慢。如果你能够亲眼目睹一颗行星被黑洞吞噬，你会看到这颗行星向黑洞坠落的过程变得越来越慢，越来越慢。但实际上，从你自己的参考系来看，那颗行星早就消失在事件世界之内了。黑洞的终结是真正的终结，它不像地球那样被撕裂后还能以另一种形式存在，也不像火星那样慢慢冷却。黑洞吞噬的物质是被彻底抹去的，它的信息，它的存在都从宇宙中消失了。至少根据我们目前的物理学理解，一旦跨过事件世界，任何东西都无法返回。这种绝对的毁灭或许正是宇宙的终极隐喻。在宇宙的某个角落，也许存在着数以亿计的死星，那些质量太大而无法形成稳定天体的残余，它们在引力下继续坍缩，最终成为黑洞。而黑洞本身虽然理论上会通过霍金辐射慢慢蒸发，但这个过程极其缓慢，对于人类来说几乎等于永恒。当你仰望夜空，看到那些遥远的光点时，也许其中某一个正是一颗行星被黑洞吞噬时发出的最后光芒。那个瞬间的光芒可能已经穿越了数百万光年的距离，而你恰好在它到达地球的那一刻抬起了头。这种巧合，难道不是宇宙给予我们的一份独特的礼物吗？当我们面对这些宏大的星球终结时，我们很容易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助。50亿年对于人类来说
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时间尺度，而宇宙中的毁灭事件动辄跨越数十亿年。在这样的尺度面前，个人的生命、地球的历史，甚至整个太阳系的演化，都不过是沧海一粟。但这种思考真的只能带来绝望吗？我不这么认为。让我们换一个角度，如果你从来没有意识到地球终有一天会毁灭，那么你就不会珍惜它。但现在你知道了，在50亿年后，这颗蓝色的星球将不复存在，而在那之前，它是唯一的，宇宙中已知唯一拥有生命的星球。这种独特性，不正是我们应该珍视的吗？我们呼吸的每一口空气，都是数十亿年前恒星制造的。我们体内的每一个原子，都来自某颗已经消亡的恒星。我们与宇宙的联系，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刻。当我们仰望星空，我们看到的不是与我们无关的遥远光点，而是我们的祖先，那些创造了构成我们身体的元素的古老恒星。所以，当地球终有一天走向终结，那不是真正的消失，而是转化。我们的物质会回到宇宙中，可能会成为新恒星、新行星、新生命的一部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永远不会真正消失，我们只是暂时以某种形式存在着，最终会回归到物质的循环之中。我们看到了地球在50亿年后被太阳撕裂的末日，那是一场宇宙级的壮烈终结。我们看到了火星在漫长岁月中安静地失去生命力，变成一颗冰冷的死星。我们看到了气态巨行星在红巨星的光芒中被一点一点剥离，最终成为恒星的一部分。我们看到了宜居带行星在母恒星的变化中遭受烈焰焚身，所有生命在一瞬间消亡。我们看到了黑洞对星球的绝对吞噬，那是真正的彻底的消失。这5种终结方式代表了宇宙毁灭的不同面向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：变化是永恒的。在宇宙中，没有任何东西是静止的。恒星在燃烧，行星在公转，星系在旋转，一切都在变化，一切都在运动，而变化的结果就是终结。这是宇宙的基本法则，无法逃避，也不应该逃避。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永恒的变化，宇宙才会如此丰富多彩。新恒星在旧恒星的废墟上诞生，新行星在旧行星的残骸中形成，新生命在物质循环的每一个环节中寻找机会。毁灭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生的起点。这或许就是宇宙最深层的智慧。夜晚的黑暗并不是空洞的，而是充满了可能性。那些黑暗的地方，可能正在形成新的恒星；那些遥远的角落，可能正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；而那些即将终结的世界，正在用他们最后的光芒，为宇宙的下一幕演出做准备。毁灭是常态，但生命也是常态。在这片充满毁灭的宇宙中，生命找到了自己的出路。地球上的生命已经存在了35亿年，经历了无数次大灭绝，依然繁衍生息。也许这正是生命最了不起的地方，在看似必然的毁灭面前，依然顽强地存在着，进化着，繁荣着。所以当你在今晚闭上眼睛的时候，不
不要感到恐惧，你脚下的地球正在安全地绕着太阳旋转，至少在接下来几十亿年里不会有任何危险。你只需要放松，让我的声音陪伴你，让宇宙的宏大叙事带你进入梦乡。请记住，你是由星辰构成的，你的每一个原子都曾经属于某颗古老的恒星。当你入睡的时候，你并不是与宇宙隔绝的，而是它的一部分。你的呼吸与地球的大气循环相连，你的身体物质与整个宇宙的物质循环相连。你是这片星空的一部分，你永远不会孤单。晚安，愿你在这片宇宙的怀抱中找到属于你的宁静。